大家好，我是 Elena，来自安切移民顾问的 Immigration People。一直以来，我们的影片呢，都是由我跟 K 来讨论有关新加坡移民的相关事务。我看我们的观众呢，听我们两个说话都看到腻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很有荣幸的邀请到一个特别来宾，他自己本身呢是一个居住在新加坡的外国人，同时也是个网红跟 YouTuber。那我们欢迎那个 Rainy 妈咪来向大家自我介绍吧。Hello， 大家好，我是 Rainy。那我自己本身是在新加坡生活6年的马来西亚人。自己本身呢其实是自己申请 PR， 在2年前自己申请，然后1年前才拿到 PR。目前呢有一个7个月的宝宝，然后自己也本身在经营一个 YouTube 频道，叫做雷尼妈咪 Rainy， 然后里面都是在分享一些新加坡生活的大小事。Rainy， 其实我自己也是有去点击跟观看你的那个生活频道，我觉得都很有趣。身为一个外国人呢，如果想要移民来新加坡，或者刚刚到新加坡的话呢，你不妨去看一下Rainy 的频道，因为呢真的是有谈到很多关于生活在新加坡所需要知道的东西。谢谢。对，而且呢，最近我也是看了比较多您育儿的那些影片啊，可能自己也是快要当妈咪了，所以我觉得就很有共同点，应该会对你很有帮助。对，但是呢，大家请放心哦，我们今天不是要谈育儿相关的话题。对，今天邀请 Rainy 呢，就是来让他跟大家就是说一下，身为外国人居住在新加坡，你找工作，然后生儿育女，然后又转换身份，这整个过程，还有心态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对，那 Rainy 可能我可以问一下，你是什么契机，为什么要申请一个 PR 的身份呢？其实我在好几年前有尝试过申请 PR， 那时候还是单身，那只是想要try 一 try 自己的 luck， 就是想看看自己能不能拿得到，所以心态上其实就比较的佛系一点点。对，然后这一次呢会想要申请，是因为我的另一半是新加坡人，然后我们想要就是落地生根。我自己本身想要就是在这里成家嘛，所以我觉得有一个 PR 的话是比较安稳，然后接下来也是要生小孩什么的话，会有比较多的一些福利这样子。对，其实我妈妈跟你也是差不多一样的这个过程。因为我妈妈也是马来西亚人，然后呢，她来新加坡打工，认识到了我的爸爸。然后之后也是，他是生了我之后呢，才换去 PR 的。然后等到我小学的时候呢，他就转去公民，因为他看到他身边的朋友全部都从马来西亚换去公民了啊。对，但是那时候呢，他就是他自己申请，我相信你也是自己申请，对吗？对对，我是自己申请。但是他的是20多年前，所以跟现在的那个情况呢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呢Rainy， 你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你自己申请 PR 的过程跟心路历程是如何的？比方说呢，时间啊、文件复不复杂，然后你遇到什么样的瓶颈或者困难吗？其实那时候是2年前申请嘛，那时候我们疫情的期间呢？对对对，其实就是在我跟林先生就是注册之后，那时候其实我还是拿着 work permit，对，然后可是中间我们有去申请 long term visit pass， 然后也有申请 PR， 就是想看哪一个会先拿得到，因为我们知道 PR 需要等一段时间，比较久。然后其实坦白说，因为我是自己申请的，所以我都是上网去 Google 看大家是怎么申请，然后也有一点像是无头苍蝇，就是自己填写嘛，所以对我跟林先生，就是我的老公来说，其实都是头一次要填写这么多的资料，其实也不太确定我们填的对不对。然后因为林先生他是自雇人士 self-employed， 所以他的需要的一些资料也跟
有一对，点不一样，对就跟一些就是工作的不一样，所以其实要准备的东西可能也比较复杂，但是我们也就这样找了一些资料，然后就这样子交上去了。OK，可是也大概也花了将近1个月的时间吧，因为我也需要跟公司证明我有工作，然后薪水单，然后他也需要跟他的公司去拿一些资料这样子，所以大概也花了将近快1个月的时间，然后我们才提交。然后提交了过后，因为也不太确定我们填的东西对不对，所以就这样子等了14个月。哇，对对对，就等到了我怀孕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就得到了一个ICA 的 email， 就说他需要我们最近期的一些薪水单。所以那时候我才发现，ICA 开始看到我的申请表格了，然后我就开始觉得还有一些希望，然后就提交了过后，发现自己也怀孕嘛，所以我就去交了一个 proof of statement， 就是我现在是怀孕的证明。其实不到3个星期之后呢，我就收到了 ICA approval。哇，对对，太好了。其实这个是蛮聪明的一个做法，对，因为呢，你让政府知道说呢，你跟先生都有一个小 baby 了，而且呢，你的孩子又一定会是公民，所以政府呢，他们更不会去拆散或者去一个家庭，就是要给妈妈一个 PR 的身份，这样子呢，他们也可以确保说，我可以稳固这个家庭，然后呢，也提高新加坡的生育率。对，所以这个做法是很对的。其实我也不知道，就是这个方式有没有加分，但是就是看到了那个结果，我觉得是一个加分的方式吧。很好，那恭喜你成功获得 PR， 那这样子买房啊这些都应该蛮顺利的吧？对，其实当下一拿到 PR 的时候，我就跟李先生说，不要犹豫了，可以去 BTO 了。对对对，所以买房啊这一些就比较的顺利，然后因为也有了小孩，孩子就是新加坡公民，然后自己本身那时要生小孩，就是住院费啊、产检费啊，其实都有减少了很多，所以在经济负担方面其实有减少很多。OK， 那你在马来西亚的家人，他们觉得你拿到，他们会对你身为 PR 感到高兴吗？还是他们说，等下你成为 PR 了，你就没有回来看家人啊，还是什么的？他们会有这一类的担忧吗？其实他们都觉得我应该很容易拿得到 PR，所以他们也觉得等了一年多，其实很久，对，所以他们是很鼓励我可以拿到 PR。毕竟我的另外一半是在新加坡，他们也不希望就是发生可能需要离开新加坡或者不能长期待在新加坡的事情，所以他们都是非常鼓励的，就比较放心啦，拿到了 PR 的身份。对，也觉得有了宝宝应该是很容易可以拿到 PR 的事情。的确，其实呢，如果在新加坡有直系亲属关系的话呢，会对申请 PR 有利。对，因为政府还是会比较注重跟给优先的对待吧，因为毕竟是家人了，而且呢，新加坡政府呢也是想要提高我们的人口，因为人口下滑。人口老化，这个都是很多现代国家的一个问题，所以新加坡也不例外。对，所以很好，可能时机都很对啦。而且刚刚好有 COVID， 对吗？对。因为 COVID 期间呢，其实有很多外国人士，他们都失去了工作。对，因为很像，如果你拿 Work Permit、S-Pass、EP， 如果你失去工作的话呢，你没有了这个工作准证，你是不能够留在新加坡。是，对，然后就得回国，然后呢，就导致很多可能之前可以申请外籍人士呢都不能够申请 PR 了，所以在2020年的时候呢是比较少PR 申请者的。原来是这样。可是我也发现身边的像我一样那时申请 PR 的，在 COVID 期间。成功率好像比较高，是不是？我不知道。对，因为比较少竞争者嘛。对，比较少竞争者。然后呢，但是 COVID 期间呢，其实整个过程会比较慢，
因为移民局那里呢，也是你知道我们有 border control 嘛，所以移民局很多长官呢，其实都有被派去做其他 border control 的相关事务，所以2020年这个期间呢，PR 申请过程是比较漫长的。我们有一些客户呢，甚至得到 ICA 的通知说，他们会需要比较多的时间，这期间会需要花比较多的时间来审核他们的application，对，因为可能就是人手不足这一方面，对，但是最终结果还是拿到 PR， 所以还是很为你们开心，谢谢。那你成为 PR 之后呢，除了医疗设施这方面有优惠的价格之外，可以买房之外呢，你觉得还有什么样的区别吗？就是可能以工作的方式啊，或者社区的福利来说，有其他你觉得真的很不一样的吗？我觉得最不一样的是，当然 CPF 这件事情。OK， 对，因为就是在还是外籍人士的时候就没有 CPF 嘛，现在的话就是有了 CPF， 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强迫自己储蓄的一个方式，对，然后也可以用这笔钱来购买房子。对，然后医疗方面，我觉得是最直接对我有帮助，因为那时怀孕，一直去看医生对之类的。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新加坡一直不断要我们提升自己，所以它有很多的课程，然后 Skills Future 那种。对。然后我发现，其实如果是 PR 的身份，他的学费会比外籍人士便宜挺多的。对，我就觉得这一个有鼓励到我们去继续的学习。对，我觉得这个福利对我来说也有很大的帮助。那你有去学什么课程吗？我自己本身其实是做复健的，对，所以有一些课程像是做宝宝按摩这一类型的，我都很有兴趣。对，产前产后按摩护理呢，我也是很有兴趣。所以你就去上这些课，对，然后他会有给你证书，对吗？对，有证明的，所以也会觉得这一个文凭是在新加坡很有效。对，其实新加坡政府呢真的是很吹鼓，就是我们呢继续的进修，对，就是 continuous upskilling， 还有 lifelong learning 这件事。所以呢，其实它每一年呢都会给你一些 credits， 让你去补充进修一些课程，跟你的行业有关的，或者跟你的兴趣有关的。对。然后呢，我觉得这也是成为新加坡公民或者 PR 的福利之一啦。那 Rainy 你自己刚才你说到嘛，你在申请 PR 的时候呢，就是大量的 Google 看一下大家怎么去申请的。那你有去就是 come across 一些移民中介或者移民顾问的广告或者有听说人家雇佣移民中介来帮他们申请这样子的服务吗？其实那时候申请的时候没有想那么多，就是想要自己试试看。也有听过就是移民中介。但是那时候就是想说，可能可以用自己的能力尝试看看，如果真的没有好的 result 的话，可能可以尝试看看中介。对，自己本身也对移民中介不太了解。对，身边有没有人用过呢？同事朋友？身边比较少这样的例子。对。可是常常会看到一些Facebook group， 他们会提到。对。对，其实呢，我们这里大部分的客户呢，也是可能遇过瓶颈，被拒绝过，才来找我们的。因为我们了解，你申请 PR 或者申请公民呢，是可以直接到移民局的网站申请，然后费用是100块嘛，也不会说太贵。对，所以大部分呢，其实有65%的客户呢，来到我们的客户呢，都是自己申请被拒绝过，然后呢，他们才觉得好，这次可能我要用不同的途径，或者雇佣专业人士来帮我弄好。因为如果新加坡 PR 被拒绝的话呢，政府是不会给你提供原因的，所以有很多人都不知道哪里出错了，是不是表格填错啦，文件提交错啦，还是补充不足够的资料。对，所以这个是蛮普遍的。对，所以那你如果有机会可以雇佣一个移民顾问的话呢，你觉得会对你有帮助吗？我觉得在申请过程会比较有
很大的帮助，不会像我之前那么的，就是凭着自己的感觉填写资料，然后可能也比较有方向吧。因为可能我的方式的话，是因为我的老公 sponsor 我，但是有一些例子可能是靠着自己的能力的话，可能他们会不太了解自己的条件会不会符合，对，所以我觉得可能靠这中介的话，会有一个方向，知道如何让自己可能下一次申请的时候可以，让自己的成功率提高，这样子。好 Rainy， 那我们也是经常听到，就是很多外国人呢都是在鼓吹，新加坡有多好啊，就是我们的教育水平啊，医疗设施，又安全，然后政治也是很稳定。你对这些看法，你对这些观点有任何的看法吗？我其实是蛮认同的，这也是我当初会选择来新加坡工作生活的原因。除了是说，因为我是马来西亚人，除了是说兑换率这方面对以外，其实就是治安很好。然后对于就是那时候我是一个单身女生过来工作，我也会比较安心，家人也会放心。然后一方面也是交通很方便。对，没有开车其实都 OK。公共交通。对。然后我自己也本身会在我的频道就是提到一些我在新加坡看到一些设施上面的特别的地方，比如说好像我现在已经是有小孩了，然后我就会去到比如说 nursing room，我就会发现新加坡其实每一个地方他们都会有很完善的这一种母婴室。对，然后我就觉得很多的细节的地方都想得非常的周到，或者是说一些邻里区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们会有一个好像斜坡，让可能有需要的人士，比如说有坐轮椅的啊，或者是我有宝宝，我们用这推车啊，对，所以到处其实就算你没有交通，你是徒走行走，它都会有很方便的一些设施的存在。然后另外我很喜欢的是新加坡其实很多公园对，我就觉得新加坡感觉那么小，可是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设施，然后你会觉得很压力的时候，你可以去公园散散步啊，运动啊。现在我又有小孩，我觉得带他出去走走，因为户外嘛，也比较的呼吸到新鲜空气。对，我就觉得其实并不像我当初想新加坡的那个印象。对，我对现在新加坡的印象是越来越越来越多惊喜的存在这样子。过了5年后还是有惊喜是吗？对，可能之前没有去往这种亲子活动方面去思考，现在就开始会往这方面去想了啊。那你还没有来新加坡之前，对新加坡的印象是什么呢？我现在有点好奇。我觉得就是非常非常先进的国家，然后大家都很努力的工作，是很有效率的国家，所以那时候会往比较多的是工作方面或者是效率方面，感觉大家都是需要很努力的工作，就没有想到就是可能公共设施啊，或者是休闲的时候可以做什么活动。对，很像家庭也是有很多这种很鼓励家庭一起活动的地方。对，或者到处都是可能 shopping mall，就是我想象中都是这样子。对，然后就是可能有鱼尾狮的地方，可是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其他地方是可以去 explore 的。那很好啊。对，然后我也是很期待，就是以后可以带我的孩子也是去 explore 跟探讨这些新加坡不同的地方。对，因为其实我自己是新加坡人嘛，但是我自己也是一直工作之后呢就回家，就没有因为现在工作很忙，所以也是可能没有太多的社交。但是可能有孩子之后呢，以后就可以趁这个机会去多多的。你知道探讨啊，跟参观其他的地方，是，对。那谈到孩子呢，就是新加坡的教育嘛，就很多人都说是顶级啊，一流。你会不会担心说以后儿子长大的时候呢，会功课压力很大？就是可能比起马来西亚或其他国家，你会不会担心？会不会觉得有这方面的竞争力或者担忧呢？其实我会担心毕竟孩子才7个月大，是吗？对，就是当我自己身边有其他妈妈，他们在分享自己
孩子课业方面的压力的时候，我就也会在思考，如果是我自己的孩子的话，会是怎么样？因为毕竟我自己是接受马来西亚的教育，那新加坡的话，其实在教育体系是非常的完善，可是竞争压力也非常的高。所以我也跟我的另外一半，我老公就是有讨论过这一个，但是我们其实对于课业方面，其实我们的 expectation 没有说很高，目前啦，就是我们觉得还是需要有教育，需要接受教育，但是我觉得小孩的个人心理成长这一些都也是非常重要，对，所以他还是需要可能学习 social skill 啊，然后不只是课业而已这样子，所以未来的事情还不太确定，但是顺其自然吧，对对对。那如果孩子长大了之后呢，你会考虑让他出国留学吗？还是继续的在新加坡接受教育呢？就比方说初级学院、理工学院、大学，这些。虽然是非常长远之后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其实，在新加坡本地求学的话，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因为这里的教育其实都算是数一数二的，就是大学啊这一些。但是如果他本身想要出国看一看的话，想要去外国求学，我们也不会阻止啦。但是新加坡的教育，我们都会觉得是受肯定的。对，而且身为公民啊或者 PR 呢，其实教育费用这一方面呢，也是蛮有优惠的对，很像比方说呢，如果你是新加坡人或者 PR，你上小学的话呢，其实新加坡人根本都是几块钱罢了每个月的学费，然后 PR 呢是200-300块，但是如果你是外国人的话呢，如果你进政府小学是1800块左右。哇，对，而且还不是国际学校。国际学校的话呢，就是看你是进哪一间国际学校。有些呢，就是你小学的费用呢，你一个学期就可以到4-5千块了。对，小学，而且又不是那种初级学院啊、大学。对，所以呢，在新加坡政府还是很鼓励，就是每个小孩呢都会有那个opportunity 受到基本的教育。所以呢，读到中学呢是最基本的，就是政府是一定要你身为新加坡人或 PR 一定要读到至少中学，对基本教育来说。原来。对，那说到您的是儿子对吗？你的孩子，对，其实我也是一个儿子对，然后呢，我们也了解，其实马来西亚是不需要服兵役的，是，对。那你对服兵役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感想呢？你有问你先生吗？他服兵役的期间，他其实有跟我分享过他之前经验，对，服兵役的一些经验，一些过程，他跟我分享的时候，他是说，其实过程确实是挺辛苦的，但是因为有磨练，所以他其实体格上面，心态上面，其实都有一些不一样的转变。就可能体格上面会比较强壮一点，然后可能有磨练过，所以他对于面对一些困难还是什么，他都不会退缩。对，我觉得其实对他来说，服兵役其实是让一个男生更加的 strong。对，所以他其实是蛮正面的。像我在马来西亚，其实马来西亚也有服兵役的那个期间嘛，可是我是完全没有被选过去的，所以我对服兵役完全没有任何的概念，只有从一些电影上面看过。对，当然也是有听过身边有些人就会说，宝宝是男生需要服兵役耶，可是我觉得目前我来说，我都还是蛮正面的啦。我觉得服过兵役可能往好的方面想，其实都是对他来说是有正面的影响的，也是一种磨练，对吗？对，要不然可能现在的孩子可能会太过 pamper 了。对，可能对妈妈来说就是开始放手一点点，就是让他去磨练。对，所以对父母来说也是在学习，对孩子来说也是一个磨练。对，很像我先生他
可能做家务方面呢，有些地方会比我好，因为他在军营那边做过了，对，所以我觉得这还是对他们有一些就是好处吧，就是更而且没有一直依赖家人还是什么的，而且人也比较有纪律一些吧。对，可能他会知道这个时间他应该做些什么，比较有规律。对，当然我们了解呢，服兵役是有不同人会有不同的看法啦，尤其是家长，有些可能就想说浪费2年可以去读书啊、进修啊，开始进入社会这些的。但是呢，因为我们这里收到很多外国客户嘛，所以呢，有很多有儿子的家庭呢，他们的顾虑就是这一点。对，但是最终呢，我们会让客户知道优点缺点是在哪里，然后他们自己去判断评估。或者呢，有些就让孩子自己去选择。对，因为他们要申请 PR， 有时候呢，他们会说我不想就是把我儿子加进去，因为呢，我怕他以后不要去当兵，我不想现在帮他做决定。对，有些就可能比较西方化的想法，他们就想要给孩子自己做主。对，但是呢，其实如果要申请 PR 来说，其实如果有小朋友，不管是儿子或者女儿，最好就是全家申请会比较好，因为政府真的是比较鼓励，他要看到你全家落地生根，很像刚才你所说的，这样子呢，政府才会有信心说你是想要在这里有长久居留的打算，而不是为了贪图方便啊，去拿一个 PR 的身份。了解。对，所以今天呢也是很感谢Rainy 呢来到就是我们的接受我们的专访，跟我们做这个视频，分享他身为外国人呢在新加坡居留，然后呢申请 PR 的过程，还有他对新加坡现在的看法。对 Rainy 他自己本身呢也是有经营自己的 YouTube 频道、生活频道，分享很多关于新加坡的事物，育儿，我觉得都是很对外国人或者是本地人呢都是很有帮助的。他会谈到 CPF、买房子、政府组屋，在这里工作，然后最近也是有很多育儿的影片。对，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好奇的话呢，不妨点击他的频道。好，如果你们对今天的视频有什么想法的话呢，请在以下留言。然后呢，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可以分享、点赞，还有记得点击订阅我们的频道，这样子你就不会错过我们每个星期分享的新视频了。那我们下个星期再见。